Uh-oh, Richard. Oh, wow. Wow. 2022年，威尔史密斯达成了他生涯的终极目标，他拿下了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奖。然而，就在他拿下小金人的前几分钟，他就在大众的面前用一记巴掌毁掉了他20几年来精心设计的人设。即使他最近尝试赢回大众的支持，像是发了一个被倒赞到爆的新歌《Pretty Girls》。不得不说，我个人是觉得蛮洗脑的，但整个气氛就不太对。威尔史密斯的职业生涯始于与 DJ Jazzy Jeff 一起组成的饶舌二人组，他们以轻快幽默的叙事，在嘻哈界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他们凭借着歌曲 Parents Just Don't Understand 赢得了史上第一个格莱美的最佳饶舌表演奖项。威尔史密斯的饶舌风格坚持不带脏字，也没有任何的暴力内容，这让他赢得了广泛的家庭观众，但却在硬核的嘻哈圈里面被其他的歌手排斥。在当时，嘻哈的主流文化推崇的是真实性，其中包含对贫困、暴力和种族议题的描写。威尔的阳光风格被很多其他嘻哈圈的人认为是被主流文化稀释的作品，其中 Eminem 在他的歌《The Real Slim Shady》中提到 Will Smith don't gotta cuss in his raps to sell records. Well, I do, so F him and F you too. 他也在当时的访谈中说到 He dissed the whole gender of rap. He dissed gangster rap music. I want to say to all my fans out there, I never killed nobody in none of my records. I don't use no profanity in none of my records, and still I managed to get up here. Peace. I respect him for saying his opinion, but not everybody is as happy as Will Smith. So if he sees life, about birds and bees and wants to rap about flowers, then let him rap about birds and bees and flowers. But don't diss nobody else. And I felt like he was taking a stab at me and Dre and anybody who uses profanity on a record to express themselves. If you feel strong enough about something, then you might put a little before you say exactly what you're saying. 尽管在音乐上取得大成功，威尔史密斯却因为缺乏理财而陷入了债务危机。他早年赚的钱被他过度的挥霍，包括购买豪车、奢侈品还有房产。然而当时他对缴税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楚，最终导致国税局向他讨280万美元的债务。因为这些债务，迫使了威尔史密斯接受 NBC 的邀请，主演情境喜剧《新鲜王子妙事多》。在这部剧的拍摄期间呢，国税局会自动从他的薪水里面扣款。这部电视剧也引来成功，也让他在接下来的好几部电影里面都担当了主演，像是我们所熟悉的《全民情圣》、MIB 星际战警、我是传奇，还有《全民超人》等电影，也在2000年代确立了他是票房之王的定位。然而在他的电影成功之前，其实那一巴掌的种子就已经默默地在1994年种下了。威尔史密斯跟他现在的老婆 Jada 缘分始于1994年，当时19岁左右的 Jada 正在努力的打拼事业，也参与了威尔史密斯新鲜王子妙事多的试镜。虽然他最后被制作单位以身高太矮而被婉拒，但是他也在这个时候结识了威尔史密斯。威尔史密斯在后来访谈中提到，他在第一次见到 Jada Smith 的时候，就觉得他这个人很有气场，却因为当时威尔史密斯还在与第一任妻子正在处于婚姻的状态，只能把那份心动压抑下来。直到1995年 Will Smith 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了以后，他主动的联系 Jada。I said, hey, Jada, what's up? It's Will. She said, hey, how you doing? I said, good. I said, are you seeing anybody? Oh, my God. And she said, no. I said, cool, you're seeing me now. And my dumb ass was like, okay. 他们两个在当时什么都谈得来，也因此关系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快。婚后，两人于1998年迎接了第一个儿子 Jaden Smith。值得一提的是 ，Jaden Smith 一直在自己的爸爸威尔史密斯之下，细心安排了在好莱坞发展。Jaden Smith 的第一部电影是与他的父亲共演的《当幸福来敲门》。他当时只有7岁，演绎主角的儿子，他的演技真诚自然，让他靠这部片一举成名。尽管如此，当初制作方其实是不想要用威尔史密斯的儿子的，他们担心观众会因为这个靠爸的关系而对这个电影感到反感。然而威尔史密斯最终还是劝说了制作方，直接安排儿子进入了一部预算要5500万美金的好莱坞电影。而这部电影证明了威尔史密斯跟 Jaden Smith 的化学效应，如此早的成功跟威尔史密斯把他当作大人看待的教育，让 Jaden Smith 也是争议不断。Jaden Smith 曾在推特上面说到，如果大家都休学，我们的社会将变得更有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 Jaden Smith 一开始是在他父母所创办的学校 New Village Leadership Academy 上学，后来这间学校的家长出来爆料说这间学校雇佣了许多三达基教的人士，也让很多家长把小孩从这间学校里面拉出来。没多久，几年后这间学校就关闭了。在这之后呢， Jaden Smith 就在家里被自己的父母教育长大。即使 Jaden Smith 没有去上传统的学校，威尔史密斯的计划也让他儿子能成功顺利的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他不用每天花时间上学，还可以常常去好莱坞试镜、拍戏、接工作。然而，威尔史密斯一直以来对他小孩发展的过度干预，也让 Jaden Smith 在后来成为网络上的笑柄。最著名的就是在 podcast 上面提到，现在小孩子讲话没有深度的这段影片。And I go around sometimes and I hang out with other people that are my age and they're just kind of just selfie. I'm just like, dude, like, oh my god, like, can we talk about lik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e of the world right now? 然而，随着 Jaden Smith 慢慢离开了威尔史密斯的束缚，他也做了好多首饱受好评的歌，还有专辑，大众对他的印象也渐渐的改观。许多人说，谁在青春期14、15、16岁的时候没做过愚蠢的事情，没有 emo 的阶段？差别是 Jaden Smith 在经历过这些阶段时，他无时无刻都被暴露在大众的眼光下，让他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自己走出这个阶段。然而，让那个巴掌的种子渐渐发芽的是在2020的节目 Red Talk Table 上 Jada Smith 公开承认自己与歌手 August Alsina 有一段纠缠。你没有听错，他说有一段纠缠。 So what happened, Jada? I think you need to say clearly what happened. As far as what? You and I decided we were going to take our space, and what happened? Yeah, and then I got into an entanglement with August. That's what I said. An entanglement? Yes. Yes. A relationship? Yes, it was a relationship. Absolutely. 这次谈话引发了社会巨大的震惊，因为事件中的那个男生 August Alsina 不止比 Jada Smith 小20岁，他同时也是 Jada 的儿子 Jaden 的好朋友。Jada 承认这段关系发生于他与 Will Smith 暂时分离的阶段，整段关系持续了4年。而你看这期节目 ，Will Smith 在旁边皮笑肉不笑的，随时随地都要掉眼泪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是有点可怜。这段画面也成为了全美疯狂转传的迷因。对 Jada 来说，这可能是一段跟她自己老公的真诚对话，但是很多人认为没有必要把它放在节目上面讲。放在节目上面讲，反而像是对威尔史密斯的一个公开审判，还有羞辱，让他过去数十年来精心打造的有魅力、自信的形象，在一集的节目中完全的被摧毁。人们逐渐意识到，比起 Will Smith，Jada 似乎完全没有想要进入婚姻的意思。他在访谈上面提到说，他对自己的婚姻没有憧憬，结婚的那天还难过到哭。And I was so upset that I had to have a wedding. I was so pissed. I went crying down the freaking aisle. I'll get married. Cried the whole way. There wasn't a day in my life that I wanted anything other than being married and having a family. What was the fundamental bump about the idea of marriage in general that you were against? I just never really agreed with the construct. Exactly. I just don't agree with it. I never have. I still don't. Yeah. Till Death Do Us Part is real for me. It's just all of the rules and it's all like of the you're supposed ideas. To do this Right. as a wife. You're You supposed know, to do this yeah, as a husband. You're supposed to do this Instead of Right. really And what you just can't do. And what you can't do, exactly right, absolutely. because of this title, wife is a The very defi- the- difficult. the accepted conventional conventional definition of a of wife, wife. right. The paradigm. In the Yes. paradigm, I'm not that. Right. 更火上加油的是，人们挖出 Jada 和 Tupac 以前其实是很好的朋友。Jada 常常在节目上谈到 ，Tupac 是他生命中最理解他，也是最有灵魂连接的人之一。他更直言，他和 Tupac 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超越浪漫的生存灵魂连接。Will Smith 自己也曾经坦言 Were you ever jealous of the love Jada had for Tupac? Oh, fuck yeah. 2022年，凭借着《王者理查》饰演威廉斯姐妹的父亲一角，威尔史密斯受到了奥斯卡奖的提名。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针对 Chris Rock 对他老婆开了脱发症的玩笑。Jada, I love you. G.I. Jane 2, can't wait to see it. All right? 威尔史密斯选择最极端的方式回应。Oh, wow.
有趣的是，他刚听到这个笑话的时候，其实是在笑的，但是你可以看到 Jada 在旁边翻白眼，然后过几秒钟 ，Chris Rock 就说 Richard ，Will Smith 走上去。我那时候看想说，他走上去是要讲什么吗？还是已经是套好的段子？在这之后 ，Will Smith 就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在下面，也没有被请出去，最后还上台领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小金人，还给了一段发表感言。观众还站起来鼓掌。事件发生了以后，威尔史密斯尝试打电话给 Chris Rock， 但是 Chris Rock 说他自己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想跟威尔史密斯谈话。威尔史密斯也录制了一部道歉的影片，但是大部分的观众还是不买单。我也看了这部道歉影片，看起来感觉他是想要拯救自己的公关形象才拍的影片。个人在看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感受到那个真诚感。那被3巴掌了以后呢？当然 Chris Rock 隔年就有一个 Netflix 的战力喜剧 special， 他也简单的谈了这件事情。Will Smith practices selective outrage. A nigga he know he could beat. That is some bitch ass shit. But everybody that really knows I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at shit. I didn't have any entanglements. He hurt him way more than he hurt me, okay? A lot of people go, Chris, how come you didn't do nothing back? Because I got parents. That's why. Because I was raised. And you know what my parents taught me? Don't fight in front of white people. 在那个巴掌之后，威尔史密斯的生涯陷入到了谷底。在寻求戏剧复出的同时呢，他还做了一首新歌《Pretty Girls》，想要重现他90年代饶舌的风光。那他在这一首新的饶舌歌里面，也是没有骂任何的脏话，但是歌词，是真的蛮奇怪的。因为威尔史密斯其实也56岁了，所以56岁对年轻漂亮的女生有成瘾性，里面没有带任何的脏字，但是这首歌听起来还是有点 creepy。 那这个作品的销量也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在6900万人的音口人口里面，这部专辑只卖了268张。而他也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他上传了一部演唱会的影片，其中有些观众看起来有点奇怪，脸有点歪歪的，也让人猜想这些演唱会观众的影片是不是用 AI 生成的。那在出了这张新专辑之后呢，他也很想要尝试挽回以前的形象，他也上了著名实况组 KSI 还有 XQC 的实况里。下面的评论大部分都是蛮正面的，你觉得威尔史密斯还有希望吗？那如果你看到最后，帮我订阅，下礼拜见。